上期讲到，黄甫松等人不到1年就平息了黄巾之乱，可没多久，黑山军和西凉兵又相继爆发了叛乱。那么这次叛乱能被平息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时常侍权倾朝野及董卓不听调遣。黄巾之乱的同一年，凉州也发生了叛乱，于是汉灵帝刘宏便派黄甫松前去平叛。黄甫松走后的第2年，张牛角和楚燕联合起来攻打颍桃及今天河北省的宁晋县。之后，楚燕推举张牛角为黑山军首领，可没多久，张牛角就被刘建所伤，命在旦夕。临终前，他命令部下尊奉楚燕为黑山军新的首领。楚燕为了继承张牛角的遗志，改为张姓，因为他身轻如燕，又骁勇善战，所以大家都称他张飞燕。接着，他联合了常山郡、赵郡、中山郡、上党郡以及河内郡的众多叛匪，部众迅速地壮大到了近100万之多。如此大的规模，朝廷已无力轻剿。所幸张飞燕并不想推翻朝廷，只是想割据称雄，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洛阳，请求朝廷招安。汉灵帝立即任命张飞燕为平难中郎将，管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。至此，黑山军之乱算是暂时平息了下来。那么，凉州叛乱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凉州叛乱是由北宫博玉、李文侯、韩遂、边章等人以讨伐宦官为名，进犯长安的3府地区开始的。185年3月，刘宏派黄甫松前去平叛，可7月份就召他返回洛阳，原因是时常侍的赵忠和他有仇。时常侍并不是10个人，而是汉灵帝时期担任中常侍职位的12名宦官，统称为时常侍。他们不仅自己权倾朝野，亲人和党羽更是遍布天下。他们仰仗着皇帝的信任祸害百姓，横征暴敛，陷害忠良，无恶不作。其中，张让和赵忠最受汉灵帝的信任，他称张让为父，赵忠为母。在这些宦官们的教唆下，刘宏开始公开卖官。朝廷官员要想升迁，就必须给皇帝交钱，以至于官员上任之前需要缴纳的钱相当于自己25年的俸禄，导致很多清官只能辞职，贪官则可以一路升迁。大多数的官员不敢得罪时常侍以及皇帝，只能同流合污，可王允和黄甫松等人例外，依然直言不讳。首先是王允，他上书举报张让暗通黄巾军，结果刘宏只是把张让叫来骂了一通了事。随后王允就被张让找了个借口逮捕入狱，可没过多久赶上了朝廷大赦，王允被免罪释放。张让不肯善罢甘休，王允出狱还不到10天，他就找机会再次将王允逮捕入狱。最后在何进、袁伟以及杨赐等人的劝谏下，刘宏才赦免了王允。王允无法继续留在洛阳，只能隐姓埋名，辗转于河内郡和陈留郡等地。那么黄甫松是如何得罪时常侍的呢？他在征讨黄巾军的时候路过叶县，发现赵忠在这里修建的住宅超出了朝廷规定的界限，于是便上书举报。结果他在前线奋力平叛，赵忠和张让则在刘宏面前不停地诋毁。最后刘宏下诏收回他的将军印绶，召他返回洛阳治罪。接着刘宏换上了张温，让他率军平叛。张温是个文官，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，虽然他位列3公，担任着司空的职位，但这个官职是用钱买的。就这样，张温率军出发，跟随他一起前往的还有破虏将军董卓以及荡寇将军周慎。临行前，他又请求汉灵帝任命孙坚和陶谦为参军，随他出征。孙坚是吴郡富春人，即今天杭州市富阳区人。少年时，他只当了个县吏，由于会稽郡有人兴兵作乱，他便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了1000余人，平息了叛乱，被升为县丞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他又招募了1000余人，加入了朱俊的大军。之后他屡立战功，通过朱俊的举荐，被拜为别部司马。就这样，张温率军一路西行，到达了美阳，即今天陕西省武功县西北。他们与叛军展开激战，却出战失利。张温召董卓前来商议军情，然而董卓却拖延了半天才姗姗来迟。张温责备了2句，没成想董卓的脾气比他还大，还出言不逊，顶撞张温。孙坚见状，
劝张温应该按照军法处理董卓。可张温觉得董卓因为平叛羌胡有功，在凉州享有盛名，现在正是讨伐凉州叛匪的用人之际，不宜杀了董卓，于是就没有处理他。11月的一天夜里，天上流星划过夜空，叛军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，准备暂时退兵。董卓得知后大喜，立即率军出击，斩杀了数千人，叛军大败而逃。这时张温下令让周慎率领3万大军继续追击叛军，派董卓率领他的3万人前去讨伐仙陵的羌人，这让董卓非常的气愤。随后周慎率军追击，一直将叛军追到了于中，即今天甘肃省兰州市东。这时孙坚建议只需要拨给他1万兵力，他就能截断敌军的粮道，这样城中缺粮，叛军就只能弃城而逃，到时候我们奋起直追，则叛军必败。然而周慎却嗤之以鼻，不理孙坚。此时于中城里只是叛军的一部分，韩遂和边章则率军据守奎元峡。他们见汉军准备围攻于中，便从外围切断了周慎的粮道。这时周慎才发现大事不好，立即抛弃辎重，率军逃走。最终此战无功而返。再来看董卓这一路，张温让他去征伐仙陵的羌人，然而当他们走到望源县，即今天天水市西北渭河南岸西阳乡的时候，却被羌人给包围了。情急之下，他让士兵以捕鱼为幌子，偷偷地渡过渭河，然后快马加鞭，才逃到了扶风，即今天陕西省的兴平市。至此，张温的2路大军全都无功而返。但刘宏不仅没有责罚张温，还派人前往长安，拜张温为太尉，成为3公之首。随后他便返回了洛阳。12月，叛军发生了内讧，韩遂斩杀了北宫伯玉、边章和李文侯，成为了凉州叛军唯一的首领。187年3月，韩遂拥兵10余万，准备攻打陇西郡。凉州刺史耿比集中了6郡兵力，抵达陇西郡的狄道县，即今天甘肃省临洮县，准备迎击叛军。然而陇西太守李相如投降了叛军，接着耿比的军中发生了兵变，耿比被杀，他的军司马马腾也投降了韩遂。至此叛军无人可挡，他们便来到了汉阳郡。汉阳郡的治所是蓟县，即今天甘肃省的甘谷县。这时汉阳郡一个名叫王国的人，自称何仲将军，也举兵反汉。于是韩遂和马腾就拥戴他，成为了叛军的首领。随后他们率军围攻汉阳郡，汉阳太守傅燮战死。从此之后，东汉王朝基本丧失了对凉州的控制权。刘宏非常气愤，立即下诏罢免了张温的太尉之职，改拜崔烈。可7个月之后，崔烈也被罢免了，又改拜曹嵩。曹嵩原本并不姓曹，《曹瞒传》里首次提出说他本姓夏侯，但目前争议比较大。他之所以姓曹，是因为他给宦官曹腾当了养子。依靠曹腾的关系，他官拜司隶校尉，到汉灵帝时期，历任大鸿胪和大司农，位列9卿。崔烈被罢免后，他因为给刘宏捐了1亿万钱，资助其修建西园，于是被拜为太尉，位列3公之首。他的儿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曹操曹孟德，可他的太尉之职也只当了半年就被罢免了。刘宏现在才发现没有皇甫嵩确实是不行，于是只能再请皇甫嵩出山。188年11月，刘宏拜皇甫嵩为左将军，统领全军，董卓为前将军，两人各率2万大军前往平叛。此时叛军正在围攻陈仓，即今天陕西省宝鸡市，于是他们便率军到达了陈仓。然而他们却在如何攻打叛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董卓认为应该速战，立即救援陈仓，而皇甫嵩则认为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按现在的形势看，叛军是不可能攻破陈仓的，所以我想要的是大胜，而不只是救援陈仓。于是皇甫嵩按兵不动，叛军则继续围攻陈仓。过了80多天，陈仓依然无法攻破，叛军只能撤退。这时皇甫嵩立即下令准备出击，可董卓却不愿出兵，他告诉皇甫嵩，兵法有云，穷寇莫追呀。皇甫嵩却说，我要追的可不是穷寇，而是溃乱之师，你只负责殿后就好，穷寇我自己去追。
说完，他便独自率兵前往。此时的叛军已围攻了陈仓越余，精疲力竭，士气低落，而黄甫松的大军则养精蓄锐，士气高昂。双方激战后，叛军被斩杀了1万多人，首领王国被杀，叛军大败。如此大的战功，董卓却一点都没捞着，他既惭愧又遗憾，便开始记恨黄甫松。这时，汉灵帝下诏，任命董卓为并州牧，让他前往并州上任，属下的将士则交给黄甫松统领。没想到董卓竟然抗命不从，他给汉灵帝上奏说，他属下的将士都是羌胡人，不领朝廷的俸禄，一旦他离开，担心会给朝廷添麻烦，所以他希望能带着这些人一起前往并州，替朝廷守边。黄甫松的侄子觉得董卓若不除，迟早是个祸害，于是建议黄甫松出兵剿灭。可黄甫松认为没有朝廷的诏命，出师无名，就没有听从，只是给汉灵帝上书说明利害，让他自己定夺。董卓得知后，更加的记恨黄甫松。之后，董卓便带着他的5000精锐前往并州上任。然而，当他走到河东郡的时候，就不走了，停在这里观察洛阳的局势。果然没多久，189年4月11日，汉灵帝刘宏驾崩，年仅34岁。那么，刘宏驾崩后，皇位能够顺利交接吗？董卓又是如何奉诏入京的呢？何进为何要召董卓进京呢？作为大将军的他，怎么就被一群宦官给斩杀了？袁绍又是如何诛杀宦官的？他所谓的43公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何进召董卓进京及袁氏43公。189年4月，汉灵帝刘宏驾崩，年仅33岁。刘宏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何皇后所生的刘辩，一个是王美人所生的刘协，而刘协是由刘宏的母亲董太后抚养长大的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，汉灵帝应该立刘辩为太子，可一方面他自己不太喜欢刘辩，另一方面自己的母亲董太后也希望他废长立幼，将刘协立为太子。就这样，左右为难的汉灵帝直到他驾崩前也没确定好太子的人选。临终前，他将后事托付给了宦官蹇硕。蹇硕联合了十常侍，准备除掉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，然后立刘协为帝。于是他以商量要事为由，派人去请何进。结果蹇硕派去通知何进的司马潘寅，却与何进是故交。他用眼神暗示何进，何进心领神会，立即抄近道，讨回了自己的军营，然后声称有病，不再进宫。最后何进联合大臣，将14岁的刘辩立为皇帝，和太后临朝听政。何进与袁伟辅政。袁伟有2个侄子都非常有名，一个是袁绍，一个是袁术。那么，为什么将袁绍的家族称为43公呢？袁氏家族是从东汉时期的袁安开始发达的，他从县令、楚郡太守、河南尹、太仆，一直做到了司空和司徒的高位。东汉时期将司空、司徒、太尉合称为3公，是朝廷最为尊贵的官职。而如此重要的官职，袁氏家族从袁安开始，4代人里竟然有5人位列3公，因此袁绍的家族便被称为43公。袁绍字本初，他父母早亡，叔叔袁逢和袁伟将他抚养长大。袁伟时任太傅，堂弟袁术为虎贲中郎将。他自己则好养名士，在洛阳城里名声极好，冯骥、何虞、荀攸等名士都是他的心腹。何进掌权后，便准备着手除掉蹇硕。这时，袁绍派人告诉他，杀掉蹇硕不过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行为。致使汉室衰微的罪魁祸首，其实是以十常侍为首的众多宦官，只有将他们全部清除，方能整顿天下。何进觉得有理，便与袁绍合谋，准备诛杀宦官。与此同时，蹇硕也给十常侍的赵忠写信，准备联合起来对付何进。可这时，十常侍里的郭盛不仅与何进是同乡，还是让何进的妹妹成为皇后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所以说他与何进兄妹有着共同的利益。于是郭盛与赵忠等人商议，决定出卖蹇硕，将他的密信交给了何进。何进立即让黄门令逮捕蹇硕，并将其处死，禁军也全部归自己统领。然而此事过后半月有余，何进再无下文。袁绍不得不提醒何进，
现在你大权在握，可不要步了当初窦武的后尘啊！”何进听后连忙进宫去劝说自己的妹妹何太后，下令诛杀宦官。然而宦官早已贿赂了他们的母亲武阳君以及弟弟何苗，并且告诉何太后，何进之所以诛杀宦官，是想大权独揽，将太后以自己的权力给抢走啊！于是何太后便没有同意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。何进无奈，只能再与袁绍商议对策。这时袁绍便给他献了一计，让他召集天下的豪杰和猛将入京，等到兵临城下的时候，让何太后在洛阳城和宦官之间做出选择，到那时何太后想保宦官也保不了了。此计一出，便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。尚书郑泰表示，其他人还好，可千万别让董卓入京啊。何进的主簿陈琳则劝他说，如果大将军只是想对付宦官，你自己就可以，何必要干戈倒拿，将把柄交给别人呢？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听说后也嘲笑道，从古至今宦官一直存在，如果皇帝不给宦官权力，岂能有此局面？如果真的是宦官有罪，只需一个狱吏就足够了，何必要大动干戈呢？而且动静如此之大，必定会走漏风声，失败将是在所难免了。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何进全然不听，依然派遣使者去通知各路豪杰。各地的驻军接到命令后，便陆续发兵洛阳，其中董卓最为积极。这时何进的弟弟何苗告诉他，我们出身于南阳的贫贱之家，依靠宦官才有的今天，你现在这样做，水一旦泼出去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我建议你还是三思而行吧。何进听后思索再三，立即派遣谏议大夫崇绍，带着皇帝的诏书去拦住董卓。此时董卓的大军已到达渑池，即今天河南省渑池县西。崇绍见到董卓后，宣读诏书，告诉他计划有变，立即率军撤退，不得前往洛阳。董卓意识到一定是洛阳发生了变故，必须马上赶去。于是他让士兵举起兵刃威胁崇绍，可崇绍临危不惧，还大声地斥责士兵，士兵不敢向前。董卓见状也不敢硬逼，只能领兵驻扎在距离洛阳20里外的西阳亭，静观其变。当袁绍得知何进拦住了董卓后，不由得大怒，他再次提醒何进，可不要忘了窦武是怎么死的。何进又被他给说动了，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，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袁绍立即派人告诉董卓，让他给何太后上奏，如果他还是不同意诛杀宦官，那你就告诉他，你要兵临洛阳城下，武力斩杀宦官。何太后果然慌张，立即将所有的宦官全部免职，让他们离开皇宫，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。宦官们听闻后，只能寄希望于何进了，于是全部跑到何进的府上跪地求饶，答应从此之后听从何进差遣。袁绍得知后，曾前后3次劝说何进，建议立即将他们斩杀，但何进没有听从。袁绍实在无奈，只能假传何进的命令，让各州郡逮捕所有宦官的亲属。宦官们彻底绝望了，开始想各种办法自救。宦官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，张让求他给太后带话，希望能让他进宫，哪怕再服侍太后1天，他也便死而无憾了。于是何太后便让张让再次进入后宫。8月，何进准备去面见自己的妹妹何太后，请求她同意诛杀宦官。张让得知后，立即率领着数十人，手持武器，埋伏在半路。当何进走入宦官们的埋伏圈时，被冲出来的宦官砍杀而死。就这样，大将军何进竟然死在了一群宦官的手里。何进的部属在宫门外等了好久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何进被杀的消息。袁绍的堂弟袁术联合了何进的部将，将皇宫包围起来，然后放火焚烧宫殿，逼迫宦官出宫。张让见状，立即率人跑向后宫，劫持了何太后、皇帝刘辩以及陈留王刘协，准备逃往北宫。连接北宫和南宫的是架在空中的双层大道，他们从上面跑向北宫，尚书卢植得知消息后，则在下面追击。见他们马上要跑入北宫了，卢植便抬头怒骂段珪等人，宦官感到害怕，只能放了何太后，只身逃走。这时袁绍认为何进之所以犹豫不决，都是他的弟弟何苗蛊惑的，于是他率军斩杀了何苗后，才赶来北宫。接着他下令
整个皇宫里凡是不留胡须的人，通通斩杀。结果竟然有2000多人被杀，血流成河。可主谋张让却带领着数十人，劫持着刘辩和刘协，从洛阳的东北门逃出，一路向北狂奔，准备通过黄河渡口的小平津关逃走。结果在半路上被卢植和闵贡追上，数十名宦官都被他俩给斩杀了。张让则跳入黄河，投河而死。至此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宦官时代彻底收场了。随后，卢植和闵贡保护着14岁的皇帝刘辩和9岁的陈留王刘协前往洛阳城。可当他们刚走到北邙山的时候，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大军。惊魂未定的刘辩被董卓吓得哇哇大哭。这时，迎接皇帝的大臣们也赶到了。太尉崔烈怒斥董卓，让他不要吓着皇帝，赶紧回避离开。可董卓哪会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大臣们放在眼里？他反问道：“你们身为朝廷重臣，竟然让天子流落在外，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回避呢？”说完，他便不顾群臣的反对，一起进入了洛阳城。那么，董卓进京后是如何控制朝堂的？袁伟和袁绍能够掌控局面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